你敢想象吗？中国人世世代代最坚固的信仰，有房就有未来，正在一寸寸崩塌。百城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40个月下跌，这是整整3年零4个月的深渊。曾经金九银十的房地产旺季，如今只剩下冷风扑面，楼市没有企稳迹象，反而在无限下坠。根据中指研究院9月1日发布的报告，2025年8月，百城二手住宅均价仅为每平方米13481元，环比再跌 0.76%， 同比暴跌 7.34%。这意味着一个价值100万的房子，一年就蒸发了7万多元；一个价值1000万的豪宅，已经悄无声息地蒸发了70多万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是第40次连续下跌。市场用冷冰冰的数据宣布，楼市的冬天不是暂时的，而是一个漫长的冰河期。很多人以为大城市不会跌，这是最后的安慰剂。可残酷的现实是，连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也开始撑不住了。8月数据，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跌 0.55%， 同比跌 4.17%。看似跌幅不算太大，但对于动辄上千万的房产来说，动辄就是几十万、上百万的损失。而二线、3、4线城市更是哀鸿遍野。二线城市环比跌 0.85%， 同比跌 8.14%； 3、4线城市环比跌 0.78%， 同比跌 7.78%。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血汗钱蒸发，是中产梦的破碎，是社会阶层彻底的固化。有人说，8月份新房均价还有16910元每平方米，同比居然上涨了 2.73%， 这是不是说明楼市还有救？可行业专家早就揭穿了这一点，新房的价格是被政策、银行、房企拖出来的，是靠改善型项目撑起来的假繁荣。真正能反映真实需求的是二手房。二手房下跌才是市场最赤裸裸的真相。租赁市场同样冰冷。毕业季刚过，本应是租房的旺季，可8月50%的平均租金反而环比下跌 0.15%， 同比暴跌 3.76%。房子卖不掉，租也租不出去，中国的住房市场正在同时被买卖两端抛弃。楼市低迷直接把房地产企业拖入深渊。中指研究院的榜单显示，2025年1至8月 ，Top 100房企销售总额仅有23270.5亿元，同比大降 13.3%。这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都在塌。细分来看 ，Top 10房企销售额均值1145亿元，同比降 12.1%。Top 11至30房企均值287.2亿元，同比降 15.4%。Top 31至50房企均值138.3亿元，同比降 10.9%。Top 51至100房企均值66.2亿元，同比降 15.4%。没有一家幸免，连头部房企都在带头下沉。而科尔瑞地产研究的数据更加刺眼，今年8月百强房企的销售操盘金额仅有2070.4亿元，环比降 1.9%， 同比暴跌 17.6%， 而且已经连续6个月下跌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房地产企业正在集体熬不过这个冬天。在如此惨烈的现实面前，地方政府终于坐不住了。于是，一个荒谬的场景出现了：限跌令。截至目前，中国已经有21座城市发布了限跌令，包括沈阳、岳阳、昆明、唐山、江阴、鄂州、张家口、株洲、永州这些城市，有的是通过行政命令，有的则是直接约谈房企，要求不得恶意降价，否则不给予网签。但讽刺的是，这些限跌令绝大多数出现在3、4、5线城市，而这些地方房子早已严重供过于求，需求早已枯竭。
靠行政命令捂住价格，就像用一块布捂住火山口，迟早要炸裂。与此同时，公抵房的消息满天飞。所谓公抵房，就是房企把卖不掉的房子用来抵押给建筑工人、供应商当工资。过去只在3、4线城市出现，如今连广州、厦门、成都、南京这样的2线城市也充斥着公抵房的甩卖广告。房企缺钱到这种地步，已经不需要任何解释了。为了挽救局势，中国政府这几年出台了无数刺激政策，降首付、降利率、松限购、放宽限售。2025年8月，北京宣布5环外购房不限套数，上海跟进外环外购房不再限套，苏州取消限售，广西甚至推出低月供产品。可这些措施只换来4个字：边际利好。彭博社直言，这些政策充其量只是延缓死亡，无法改变趋势。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买房门槛，而是没人敢买了。当人们发现买了房子不是资产，而是负债，不是保值，而是接盘，就算利率再低，政策再松，市场也已经失去了信心。最让人绝望的是，楼市的深渊还远没到底。高盛在6月就发出警告，中国房价过去4年已经跌了20%，未来还会再跌10%，预计要到2027年才能真正触底。也就是说，今天还在苦苦支撑的房主，还要再熬2年，才有可能看到一点点希望。这意味着无数背负30年房贷的中产，还要在黑暗中煎熬730多个日夜，眼睁睁看着房价继续缩水，而工资却停滞不前。有人说，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房子堆起来的幻觉。这句话在2025年的今天已经成了最残酷的现实。过去20年，中国家庭的财富超过70%都锁在房地产上。根据央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，城镇家庭资产中，房产占比高达77.7%，现金和存款只占11.4%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几乎把所有的未来都压在了房子永远涨这个神话上。可是现在呢？房价连续下跌40个月，全国中产的财富正在一夜一夜的蒸发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普通中产家庭10年前咬牙在2线城市花300万买了一套房，如今房价连续下跌，他们的房子可能只值240万，蒸发了整整60万。而更残酷的是，他们还背着200多万的贷款。房价跌了，贷款却一分不少。账面上，他们瞬间从资产阶级变成了负债阶级。这不仅是个别家庭的故事，而是全国性的灾难。根据高盛预测，到2027年，中国房价还将下跌10%。如果按全国住宅市场70万亿的规模来算，未来至少还有7万亿财富要蒸发。这7万亿将直接从中国普通家庭的口袋里消失。当财富蒸发，收入下降，越来越多人扛不住了。网上不断传出断供的消息，夫妻俩月薪加起来不到1.5万，却要背2万的月供，房价还在跌，干脆不还了，把房子丢给银行。虽然银行和官方媒体拼命压着这些新闻，但根据业内人士的估算，目前1、2线城市的断供比例已经在2%至3%之间，3、4线城市更高。别小看这个数字，这背后可能就是几十万套房子、几十万个家庭彻底被撕裂。房价暴跌不只是资产问题，更是一场信仰的崩塌。过去，买房是年轻人结婚生子的前提，是家族地位的象征，是父母口中你必须拥有的底气。可现在，年轻人越来越清醒，买房不是底气，而是枷锁。统计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新出生人口继续下滑，预计全年新生儿数量可能跌破700万，创下历史新低。年轻人不结婚、不生娃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子，
已经从家庭的起点变成了人生的坟墓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干脆拒绝接盘，宁愿躺平也不买房。他们宁可把钱花在旅行、消费上，也不愿把30年的青春锁进一套不断贬值的房子里。房价暴跌，还有一个被忽视的后果：小城市正在被掏空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3、4线城市的人口流出速度加快，很多年轻人逃向大城市或者干脆出国，留下的是大量卖不掉的房子和日益空心化的城市。比如东北某地，2024年挂牌出售的二手房数量比2019年翻了1倍，但成交量却腰斩。街道两边一栋栋崭新的小区，夜晚漆黑一片，成了鬼城的写照。当人口流出、经济下滑、房价暴跌叠加在一起，很多小城市陷入了恶性循环，人走了，房子卖不掉，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，基础设施停摆，更多人走。最终，整座城市可能会被历史遗忘。限跌令听上去像个笑话，但背后其实是地方政府的恐惧。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出让金。2021年，全国卖地收入高达8.7万亿元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一半。但到了2024年，这个数字已经跌破5万亿，缩水了整整40%。土地卖不出去，房企没钱拿地，政府没钱修路、修地铁、发工资。于是，地方财政开始暴雷，教师、医生、基层公务员的工资被拖欠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。对政府来说，房价不是市场问题，而是政治问题。房子一旦跌穿底线，不只是房企要倒，整个地方财政甚至社会稳定都可能跟着崩塌。可怕的是，中国的楼市危机不会只停留在房子本身，它是一场会渗透到整个社会的地震。银行、房贷是银行最大的资产，一旦断供潮蔓延，银行坏账率飙升，金融风险不可控。家庭70%的财富压在房子上，房价下跌意味着全民财富缩水，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。经济、房地产相关产业链占 GDP 的比重高达25%至30%，楼市下跌就是整个经济的熄火。社会当中产阶级财富蒸发，阶层下坠，怨气和不满将会急剧累积。有人还抱有幻想，房价跌一跌，年轻人就买得起了。可现实却是，房价下跌的同时，失业率在上升，工资在下降，信心在崩塌。房子确实便宜了，但年轻人手里没钱了，更不敢背上30年的债务。于是，房子依然卖不掉，中产依然在坠落，政府依然在恐惧。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游戏。房子曾经是中国人最坚固的盔甲，如今却成了压垮无数家庭的棺材板。